近日，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被泄露一事引发关注。此次机密文件的泄露规模以及文件本身足以造成巨大破坏的敏感性，让世界震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被曝光的美国深入介入俄乌冲突之外，相关机密文件还显示，美国情报机构曾对韩国政府进行窃听、监听。对此，韩国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回应，韩方将就此事与美方沟通。而美国监听他国肆意实施网络监控，是名副其实的监控帝国。近期，多家社交媒体出现一批疑似美军秘密文件，美国司法部已宣布展开调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们部分来自为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准备的美日情报报告，但五角大楼更广泛的人员也可以获得这些报告。此次机密文件泄露事件正值韩国总统尹锡悦即将访美之际。《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均注意到，被泄露到网上的文件显示，美国疑似监听了韩总统室前国家安保室长金圣汉和前外交秘书官李文熙3月初的对话内容。他们担忧，如果韩国应美方要求向美国提供炮弹，美国会将韩国生产的炮弹转交给乌克兰。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美方根据信号情报获知韩国政府内部讨论细节。信号情报是情报机构专用术语，意味着美国一直在监听韩国这一亚洲主要盟友。据韩联社10号报道，韩国总统办公室正在关注有关报道是否会对尹锡悦月底访美行程带来负面影响，以及美国国防部和司法部的调查结果。与此同时，也正在加强保密工作。报道引述韩国总统办公室一名高官的话称，美方将与韩方共享有关报道内容的调查结果。韩方对美方的信任毋庸置疑，过去也曾多次发生类似的情况，但未达到根本上动摇韩美关系的程度。有观察指出，韩国总统办公室的表态反映出韩国政府面对美国非法监控行为束手无策的无奈和无力。在美国盟友中，韩国算得上是美国间谍监控的重灾区。这一方面是因为韩国敏感的地缘位置，另一方面也因为韩国在美韩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体现出华盛顿在骨子里对韩国自主意愿及权利的不信任和不尊重。这些泄露的机密文件不可避免地引发盟友对美国的信任危机。尽管韩国总统办公室的回应较为温和，但韩国舆论反应激烈，不少官员对美国的窃听行为表示极大不满。韩国国会议员、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鞭朴洪根敦促总统府立即要求华盛顿提供明确信息。他还称，如果上述报道属实，这将是侵犯主权和直接破坏双边信任的外交犯规行为。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也批评，从常识层面来看，窃听盟国总统办公室是很难接受的行为。当然，韩国肯定会不太舒服，会对美国提出这个事情抗议，但是他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毕竟，还是要依靠美国来保护他，所以这只能可以说是美韩关系当中一个小小的风波，一个小插曲而已。此外，外泄文件也表明，美国一直在监视以色列领导人，而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监听其他国家仪式上劣迹斑斑。多年来，美国以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幌子，滥用其技术优势，肆无忌惮地在全球实施网络监控，打造出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络监控帝国，将监控触角伸到全球几乎任何一个角落。去年上半年，美国军方和政府网络部门曾在近30天内远程窃取了超过970亿条全球互联网数据和1240亿条电话记录，涉及世界各国的大量公民个人隐私。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在2003年到2013年间，共入侵了89个国家和地区的258个目标。最广为人知的是由美国防务承包商前雇员斯诺登2013年曝光的棱镜计划。斯诺登指证美国家安全局窃听韩国驻美大使馆，当时韩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政府表达了深切的担忧，要求美方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此后事情不了了之。2016年，维基解密还爆料称，2008年美国家安全局窃听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对话内容。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一种对自己的盟国不信任的一种心态。因为过去这10几年来，随着他的这个战略收缩，他对自己的这个盟友
提供安全保护的这种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他的盟友也对美国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一种不安全感，担心美国会抛弃自己。这种关系的互动呢，反过来就会影响到美国他的认知，他会担心自己盟友不再和自己一条心。